首次曝光运20给轰6N 空中加油的画面，为何说这一画面代表了中国空军真正跨入战略空军门槛？运油20的出现对中国空军意义在哪儿？为何说中国加油机还有个小遗憾？近日，中国互联网上一张照片在军迷圈子中疯传。从模糊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架大型飞机在空中伸出一根油管，给另一架大飞机进行空中加油作业。而从飞机轮廓中不难看出，加油机是一架运20，而受油机则是一架轰6N。这也是首度曝光运20加油机在空中给轰6N 轰炸机进行空中加油的画面。运20与轰6N同样作为中国大型军机，这样的场面实属罕见。有意思的是，此前中国空中加油机的主力正是由轰6轰炸机改进而来的轰油6加油机。1999年阅兵式中，轰油6加油机首次登场。不过，由于平台的限制，轰油6空中加油的限制很大。首先，轰油6一次仅能为其他战机加油18吨，而且其加油口只能适配歼8D与歼10战斗机。像后来中国从俄罗斯引进的苏30，以及从苏27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歼11战斗机，就无法用轰油6进行空中加油作业。后来中国又从乌克兰引进了3架二手伊尔76加油机，才算是初步解决了新一代战斗机加油的问题。但随着中国第4、5代战机产能的增加，加上伊尔76加油机使用年限久远，中国空军始终面临着加油机严重不足的问题。在8月末的时候，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对外郑重地表示，中国空军已经历史性地跨入了战略空军的门槛。此言一出，立马引起了外界的热议。何谓战略空军呢？按照定义，战略空军指的是可以独立进行战略任务的空军。战略任务包括了战略核威慑、摧毁敌方纵深乃至本土的战略目标，进行战略侦察、预警和战略投送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有美俄具备这样的实力。因为评价战略空军的一大标准就是看是否具备战略作战能力的轰炸机，而对于中国来说，战略空军意味着空军单位的作战和活动范围由陆地向远海远洋延伸，能在应对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岛礁、台海问题、钓鱼岛维权等方面及时出动，并且具备突破第一岛链、打击第二岛链的实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具备远程作战能力的轰炸机。在轰20未正式亮相前，改进型的轰6轰炸机依旧是中国的主力轰炸机。目前，中国拥有多达200架的轰6，这也使得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轰炸机队伍。如果能将这200多架轰6好好的利用起来，战斗力也是不得了。而既然空军发言人敢在轰20公开之前就宣布中国空军跨入战略空军门槛，说明中国有办法让轰6达到上述目标。这个办法就是运油20了。作为中国首款自研大型运输机，运20自诞生以来便备受瞩目。在去年新冠疫情中，运20带着解放军医疗团队与医疗物资支援武汉，成为中国抗疫的中坚力量。后来，中国政府又多次派出运20运输机支援国外，增加了其曝光度。除了拥有优秀的运输能力，运20作为大型军机平台也有改装的潜力。比如将其改造为空中加油机，而外界也将运20加油机称之为运油20。早在2018年，外媒就曝光出运油20进行了首飞。不过，运20是否最终会作为我国下一代加油机平台，还尚未盖棺定论。直到去年11月，有网友拍到运油20与歼20战机伴飞的照片，似乎表明运油20已经具备给第5代战机加油的能力，也实际证明了运油20将成为未来中国空军加油机的主力。此次曝光运油20为轰6N加油，证明了运油20已经具备给大型军机进行空中加油的能力。据获悉，随着涡扇20已经在运20上使用，这使得运20的运输能力比使用俄航发时提升了20%，达到66吨。也就是说，运油20的载油量能达到轰油6的近4倍。据获悉，一架战斗机在空中进行一次加油作业，其航程可增加40%到100%，而一架远程轰炸机进行一次空中加油作业，航程可增加30%到50%。实现空中加油的轰6N可以使作战半径达到5000公里以上，可以打击美国在第二岛链的核心关岛军事基地。轰6本身可以携带远程巡航导弹，能有效针对美国在关岛部署的萨德防空系统。
随着运20的产能不断扩大，中国也将结束没有大型空中加油机的历史。根据媒体的统计，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空军就至少服役了40架运20。而随着国产发动机涡扇20的使用，运20的产能将进一步提升，并且除了运油20，以运20为平台的预警机也在研制过程中。就运油20本身来说，通过此前曝光的照片可得知，运油20配备了3条加油软管，机翼两侧各1条，还有1条在机尾处。不过也有人表示，这也是一个遗憾，因为运油20还没有用上硬管加油技术。目前全球仅美国空军使用了硬管加油技术，硬管加油在油量输出效率上要远高于软管加油。比如美国的 KC-135加油机采用硬管加油，每分钟能达到1000加仑，相比之下，软管加油每分钟一般只能达到300加仑的输油量。此外，软管加油还有一大缺点，就是软管容易受到大气乱流或者飞机尾流的影响，比较难以对接加油机，因此对双方飞行员技术要求很高。加油机与受油机在距离与速度上必须有严格的规定，否则便容易出事故。因此，很多人希望运油20能采用先进的硬管加油技术，才能缩小与美军的差距。不过，对于中国空军而言，采用软管加油也有着自己的考量。中国目前总共3架1276加油机与10多架轰油6，但各式军机却有3000多架。就拿战机而言，我国主力战机依旧是3代机为主，这些战机的加油口还是适配软管加油。因此，加油机首先考虑的是要解决庞大数量的各式战机急缺加油机的问题。因此，运20加油机最开始采用软管加油完全合情合理。此外，硬管加油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硬管加油机一次只能给1架战机添油，而软管加油一次能给3架战机进行加油作业。而且，硬管加油机的成本要远超软管加油，即便是资金充裕的美军也没有全部采取硬管加油。而且，随着新工艺的改进，硬管加油机对飞机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算是美军也没能完全解决新工艺下硬管加油技术。像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发的 KC-46加油机，就是在硬管加油的新工艺上存在一些问题，至今没能在美军大规模服役。由此可见，如果中国要采取硬管加油技术的话，将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研究。让运20立马就上线硬管加油技术，既不现实，也不符合中国空军对加油机要求救急的特性。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未来将会放弃硬管加油。有消息称，未来运20加油机将会采用软管与硬管结合的方式。将来，随着歼20战机大量服役以及轰20等重型轰炸机出现，中国空军在对加油机效率上必然有更高的要求。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式军机入役，中国空军正在向一个新的高度迈进。